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美股将会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所有的坏消息呢都没有办法阻止美股的大力反弹和暴涨了。如果这一次你还不把手上的钱拿去抄底美股，那么未来这10年呢，你就要去忍受阶级的固化，就是你将会失去10年让你自己往上流的机会。不管你怎么努力，你的财富都不会有任何变动的，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小李生。你会发现，当整条华尔街都在说美国已经衰退了美股已经连续暴跌了10几天的时候呢，美联储终于出来讲话了。他不但没有把这个利息降低，让大家容易一点借钱去投资，救一下这个股市，而且他还多插了2把刀，告诉全世界，美国未来的通胀可能会更厉害了。就是你在美国做生意，你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你在美国生活呢，你买的东西会越来越贵。同时呢，美国的 GDP 也不像以前那么好了，就是大家都不再喜欢去花钱，也不太喜欢去投资了。也就是说，大家赚钱会越来越难，但同时东西却越来越贵，这个呢叫做滞胀。那么当你听到连这个滞胀都要出现了，如果让你去压这个美股会涨还是跌，你是不是再笨也要去压美股下跌啊？结果这一开盘美股直接跳空上涨了。也就是说，大部分人都在不问价的在买美股，有多少买多少，为什么呢？而同时很多人觉得跟自己无关，所以很少会留意到的，原来现在的印尼股市已经崩了，土耳其的股灾会呢甚至直接3杀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美国的资本家前几年埋下的雷也终于一个一个的开始引爆了。那么下一个被引爆的又会是谁呢？而之前美联储升息的时候，美国资本家收割完了日本、韩国、欧洲的资产，现在都开始慢慢的恢复了。也就是说，抄底已经完成了，无数之前在底部的资产将会暴涨，而相反呢，最多人买过去涨得最厉害的资产将会瞬间的陨落。也就是说，2025年最赚钱的投资趋势已经出现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各位，我们投资到底是在我们买资产的时候，还是卖资产的时候来决定你是赚钱还是亏钱的呢？你思考一下，我们去赛跑，你拿到冠军了，那么这是因为你在赛道上那几秒钟、几分钟跑赢了我们，所以才让你拿到冠军的吗？为什么秦国可以直接一扫6国？为什么白起可以成为一生里面没有败绩的将军，被称之为战神？难道是因为白起在上战场，在拿起刀枪的那一刻才决定他是战神的吗？我告诉你，我们人生一切输赢呢，都是因为计算，都是因为布局，都是因为准备考大学如此，追女生如此，投资赚钱也如此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只有在卖资产的时候才可以知道自己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多少钱的话，那么你其实不是在做投资，而是在赌运，甚至是在赌博。因为取决于你能不能赚到钱，是看你求神拜佛还有你祈祷的时候够不够诚恳的。而我们生意人、投资人会做的是先胜而后求战，打得赢我们才会打，而且最好呢是1分钱都不出，然后赚到钱，而且呢是别人替我们赚到钱，甚至是别人主动把钱送上来，我们才去做这笔交易的。而如果我们觉得打不赢了，我们就会直接不打，甚至直接逃跑。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资本家现在这场局原来已经到了收割完成的阶段，那么你就会像我上一集所说的，无论你是买美股还是卖美股做空，甚至你跑过去买美债，你都会亏钱了。而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全世界该暴跌的都暴跌了，而美国资本家财阀该买的也买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这一波剪羊毛呢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让羊迅速的把毛再生出来什么意思呢？去年我讲这个局的时候呢，有的人不信的，那我可以理解，无所谓对吧？但是现在当每一件事基本上都按照这个局去发展的时候，当历史每一次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的时候，当你错过了上半场布局赚钱机会的时候呢，那下半场难道你还要继续错过吗？美联储那些资本家升息的目的是什么？今天你是一个欧洲人，你手上拿着1亿，
你欧洲银行给你1%的利息，你把钱存进欧洲银行呢，1年什么都不做，银行就给你100万利息嘛。但现在美联储升息了，只要你把这1亿从欧元换成美元，然后存进美国的银行，你也是1年什么都不做，但美国呢直接给你500万，你躺平的回报呢直接翻了5倍。所以你是不是就会直接把手上的欧元都卖掉，然后直接买进美元，存进去美国的银行？所以美国升息的结果就是美元越来越值钱了，其他国家的货币就不断贬值了。而当全世界都把钱存进去美国银行的时候呢，美国资本家是不是就可以拿着你们存进来升值的美元去抄底全世界贬值的货币和资产了？所以去年日本、韩国、欧洲之类的国家的货币是不是都在疯狂的贬值啊？我以前100万美元才能买得到的欧洲资产，现在因为欧元就贬值了嘛，所以我70万美元就可以买得到了，这是不是相当于打了7折贱卖呢？所以去年亚洲和欧洲很多的企业，他们的老板、他们最大的股东都换成美国的资本家了。也就是说，如果亚洲人和欧洲人他们工作赚再多的钱，最后这些钱呢都会流到美国资本家的口袋。而如果说你的这个国家经济很一般，没什么钱，也没有什么很好的企业呢，没关系的，你还有很好的资源嘛。今天你看到土耳其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这石油、天然气管道之类的。那在古代呢，你想要把这些资源转移到你的手上，你就要跟他打仗，对吧？打赢了，那都是你的。那这种靠打仗来掠夺资源的方法呢，不但是劳民伤财的，而且还出师无名，你就被贴上一个侵略者的标签。所以这个时代就可以文明一点。你土耳其缺钱，那我可以把钱借给你，我对你是不是很好呢？看见你不会钱花了，我主动把钱借给你吗？但问题是，我也怕你还不上钱啊。所以你必须要把一些资产拿出来抵押，如果你还不起钱了，那你的这些资产就要转移给我了。但没关系了，你不会还不起钱了，因为我借钱给你的利息呢是很低的，就算你要还钱的时候啊，你真的还不起了，你还是可以继续的向我借钱的，用新借来的债来还到期的旧债，对吧？所以土耳其在03年的时候呢，230多亿美金的旧债还没有还，然后呢又接了160多亿美金的新债。然后把自己的能源啊、交通啊、银行啊这些国家的龙脉资产都抵押给了美国的资本家，而这种子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种下，然后不断发芽的，直到去年美联储就升息了，土耳其欠下的短期债呢，利息呢就直接翻了1个倍，因为是短期债，所以很多的债呢都是几个月，最多就1年就要去还一次钱了，然后呢他们就还不起嘛，那么还不起没关系的，那就用你的那些资源来抵债。比如说石油、天然气，现在都被欧美的资本垄断了。土耳其人呢，他自己用的天然气啊，到底要花多少钱，都是欧美资本家说了算的。还有那些稀土啊、矿产啊、银行啊，全都被用白菜价贱卖给了美国资本家了。而印尼呢，剧本也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它的镍矿储量是全世界排第1的嘛，而做电池呢，就需要很多这种镍矿。那么美联储升息的时候呢，印尼的货币也一样迅速的贬值了。美国资本家呢，迅速就用这个升值的美元吞并了印尼的这些镍矿，也就是说，特斯拉未来电池的那个供应呢，现在就稳了。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资本家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去收割全世界的资产呢？因为美股在去年暴涨了。刚才说了，当全世界的货币都贬值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不会很好的，因为大家手上的资产都贬值了，同时买的东西呢却变贵了。尤其是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欧洲很多的能源呢都被断了，所以全世界钱就只能投资经济最好的美国。所以上一任的美国政府呢，就跟资本家联合导演了一场戏。你可以看得到，上一任美国政府从20年开始，他欠的钱从20几万亿瞬间的飙升到36万亿。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嘛，国库里面剩下的钱呢，也从20年开始越来越少了。那这些钱到了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在美联储升息的时候，全世界的钱不是放进美国银行去收高的利息，而是都拿去炒美股啊？除了是刚才说的，全世界经济都不好，只有你美国好之外，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公司看上去都很赚钱了。那为什么疫情之后大家都在家工作嘛，美国的公司反而更赚钱呢？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给了无数的补贴这些美国的公司，而这些美国的公司呢，在20年美联储扩表印钱之后，都以接近于0的利息借来无数的现金，那么这时候他们就可以拿这些现金
是做几件事。第一呢，就是拿钱去回购自己公司的股票，把股价炒高嘛，之前讲过就不多讲了。第二呢，就是互相的去刷数据。今天政府把钱给你，明天你就可以拿了钱买我的产品，我后天呢就会买他的产品，他大后天呢又可以买你的产品，左脚踩右脚的，你买我的，我买你的，大家一起把这个利润做高，然后大家都把赚到的钱以交税的形式归还给政府，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闭环。政府把钱花了出去，让美国公司的那些收入啊、销售啊这些数据都刷起来了，这样就可以吸引了全世界的资金去买他们的股票。那么这些公司都有了钱之后呢，就又把钱归还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呢就可以拿钱去还债。简单来说呢，就是制造一场局。美国先自己花钱，吸引了全世界的钱流进去美股，也就是美国资本家的口袋。当这些资本家拿到钱之后呢，就把钱还给政府，然后资本家就可以拿到全世界流进来的钱，而且是升值以后的美元，去抄底全世界他们要贱卖的资产和能源。所以升息呢，很多人说啊，就会让大家借钱和做生意、投资都变很困难，然后呢，美国的经济就会变差，股票呢就会暴跌。但真实的结果就是升息之后，全世界的钱流进去了美股，也就是资本家手上，美股呢就暴涨。这些资本家，比如说巴菲特，他就在高位的套现离场，拿了天量的现金去放高利贷给美国政府，同时去抄底日本或者其他亚洲、欧洲的资产。所以如果你单凭什么经济学的理论升息你就跑过去卖股票的话，那么去年我们美股无脑暴涨的趋势你就会完美错过了。然后呢，如果你去看财报，很多利润很差、估值非常高甚至是亏损的股票去年都在疯狂的暴涨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股市里面能否赚到钱，看的不是你觉得那只股票有没有潜力，看的是市场上到底是买的人资金比较多还是卖的人资金比较多。如果卖的人比买的人资金多呢，那就算再好的股票它也是跌的。也就是说，股票是涨是跌是大户是财阀他们说了算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去看什么财报或者是分析什么经济，我们只需要跟着大户的资金去走。简单来说呢，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呢，我却是在做投资。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到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因为最后一次提醒了，我们将会在这个月下架。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如果你错过之后，里面任何福利都将取消了。那么重点来了，所以听到这里呢，巴菲特那些真正的资本家，基本上该卖的美股早就已经在高位卖了。也就是说，现在美股接盘的其实是全世界资金。所以美联储升息抄底全世界这一步棋呢，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本来现在就要进入到第二步，也就是降息，然后把钱低利息的给还回去，让美元重新的流进去这亚洲和欧洲啊，这样资本家他们手上之前抄底的资产就会重新的暴涨了。但问题来了，美国的总统换了，也就是说这第二步棋能不能执行下去，就要重新的去谈判了。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美国政府国库上面呢已经快没钱了嘛，再过几个月呢，美国政府就要停止运作了，那怎么办呢？上几部影片就讲了，美国政府就需要制造美国的衰退，让美股去暴跌，把股市里面的钱赶过去安全的资产，也就是美债上面，这样全世界的钱呢就会从股票转移到美债，也就是转移到美国政府的手上。那么结果如何呢？这个呢是美国银行最近做的一个报告啊，你会很清楚的发现，美国的钱现在流去的地方呢不是美债啊，而是流进去欧洲和英国这些地方。然后我们再看美元指数啊，从今年开始呢就开始暴跌了，也就是说美元相对于欧洲、日本、英国那些国家呢都开始贬值了。那为什么会贬值呢？因为大家都在卖美元，然后换回日元、欧元之类的。所以这代表什么？
代表这一任的美国政府最想要看到的就是制造衰退，然后美股暴跌，钱从美股跑到美债上面去。所以一直就告诉你，现在美债给到的利息呢是最高的了，如果你现在不买，以后就买不到这么高利息的美债了。而美国的资本家最想要看到的其实也是制造衰退，然后美股暴跌，但不同的是，他们不希望钱流进去美债，也就是不想让钱回到美国政府手上。因为一旦现在的美国政府解决了没钱花的这个问题呢，他们手上的筹码就会增加，到那个时候呢，美国资本家就没有发言权了。所以从利益的角度去看，美股只要崩盘，那么资本家就可以做空股市，让股价从高位跌到最低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让美联储扩表印钱，然后重新以接近于零的利息呢，把这些新印出来的钱接回来，然后把自己之前在高位卖出去的股票重新的买回来，重新的去接管美国的股票。同时最重要的，当全世界的钱从股市流出去的时候，美国的资本家呢就会把钱赶过去欧洲或者是其他国家的资产上面，而这些资产都是之前贱卖的时候这些资本家抄底买回来了，这样就可以重新的推高他们手上这些被贱卖的资产。所以无论是美国的政府还是美国的资本家，如果美股崩盘了，对于他们来说呢都是好事。而不同的是，美国政府呢会把这个钱引到美债，但是美国资本家呢会把这个钱引到欧洲、日本这些地方的资产。为什么呢？这里注意听了，很多人看美国呢，他们只看到美国的资本家，其实美国的资本家呢，他们前身是欧洲资本家。什么意思呢？美国在当上世界老大之前，谁是前朝的老大？是英国，是欧洲，对吧？所以其实有一堆的财阀贵族呢，他们在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前，就已经在欧洲那边累积了无数的财富，我们就叫它欧盟里。也就是说，这些欧盟里的根呢，其实是在欧洲那边的。那么后来美国新王登基了，这些欧盟里呢就开始慢慢的在美国落地生根。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资本家可以经常控制欧洲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开，他们一直就控制着欧洲，只是说他们搬到了美国。因为资本呢是没有国界的，我们不会说啊，我是在台湾出生的，那我就要整个家族待在台湾，不会的。资本呢是没有家这个概念的，只有利益最大化。所以现在寄生在美国的欧盟里呢，他们都是支持上一任美国政府的。因为上一任的美国政府呢，他们搞的是全球化，简单来说呢，就是让美国负责去印钱，然后拿钱到全世界去花，这样全世界其他的国家呢，他们就可以赚走了美元，刺激自己国家的经济。同时这些欧盟里的资本家呢，他们手上其他国家的资产呢就会升值了。但是现在这一任的政府呢，他们搞的是孤立主义，是跟全世界吵架，是给全世界加关税，让全世界都把工厂、人才、技术都搬到美国。简单来说呢，以前全球化是你负责做累活，美国负责花钱了，然后钱最后又重新的回到美国资本家的口袋。但是现在去全球化，就是美国自己做累活，然后自己赚钱给自己花。那再简单点了，以前美国呢是被资本家吸血的，现在这一任政府呢就是想要驱赶这些欧盟里的。那么为什么巴菲特他没有跟着欧盟里去加仓欧洲的资产，反而是最近他又加仓了日元和日股呢？因为巴菲特他是土生土长的美国资本家，也就是说欧洲那边呢早就已经被欧盟里瓜分完了，也就是说巴菲特他说话的权利不是很大了。同时呢，巴菲特他也不能买黄金，因为黄金呢是美元的替代品，而且呢都是全世界的国家在买，他没有办法去垄断的。如果他带头买黄金了，就变相推倒这个美元嘛。但是日本就不同了，之前无数人在日本借钱，然后投资到美国，那么一旦美股崩盘了，这些钱呢就会重新的在美国回流到日本，所以巴菲特他就提前抄底了嘛。现在呢就再一步的加上日本，他不但可以赚走这个回流的钱了，而且他甚至在日本资产贱卖的时候，就在日本借钱抄底了人家最大的5个财阀，也相当于说现在日本人赚回来的钱呢，有很多都是进了巴菲特的口袋的。那这些之前的影片就讲过了，所以重中之重就来了，我们投资呢要做高概率确定的事情。你会发现有些东西还是蛮确定的，就是我们要搞懂大资金真正的走向，无论是资本家还是政府，美股崩盘啊，都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情了。而巴菲特跟欧盟里这些资本家手上的资金呢，
其实现在都没有流进去美股去抄底，也没有去买长期的美债，而是流出去了欧洲的资产或者是日本的资产了。那么为什么这一次美股会跳空反弹呢？你看这美股的大盘啊，在跳空上涨的前一天呢，是期货结算，所以成交量呢就会很大，是很正常的。这个参考的价值呢就很低了。所以我们要看的是跳空上涨的那一天，它的成交量其实并不高的，连成交量紫色的那一条50天平均线都过不了的。这代表什么呢？代表虽然买的人都在不问价的买进，但其实这些人并不多。而摩根大通呢也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很多个人的投资者在过去1个礼拜里面，向美股注入了超过120亿美金。然后呢，你又可以发现啊，无数中国的个人投资者都在买美股的 ETF， 比如说国泰标普500的那个 ETF， 收盘呢就直接涨停了，就是涨得太厉害嘛，所以那边呢就不能再交易了。那为什么现在散户都经常买美股呢？因为美股一般跌了个10%就会出现反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呢，当大资金没有进场，而散户却不断冲进去的时候呢，无论你是做多还是做空美股，你亏钱的概率都非常高了。因为这一次的反弹，如果不是大力反弹，只是散户买进的话，那么你赚到的钱呢也是很有限的，因为反弹的那个幅度呢也是很有限的嘛。同时，如果当美股反弹结束了，你赚的钱不够多，所以你没有立刻逃生的话，那么当美股直接陨落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在高位被套牢了嘛。而为什么做空也会亏钱呢？因为太早了，美股现在在喘气，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真的暴跌。而如果你太早进场的话，那么就好像现在这样，它一反弹你就可能要止损了，甚至如果你加了杠杆，你就会爆仓。所以做空呢，比你买进一只股票更困难的。我们要有更大的把握，比如说美股真的进入到熊市了，一跌就跌1年了，那么我们才会考虑做空的。而我说的是考虑啊，因为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做多其他的资产，比如说我布局的黄金、中港股之类的。我自己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把很多美元换成日元，因为我自己经常去日本，同时我看到美元会贬值的风险，那这些呢都是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的。而就算去做空呢，我们也会去选择比较弱的股票，就是比大盘更差的落后股去做空的。比如说我们内部补习班的弟子都知道，我们做空的 Tesla。所以就算上半场你什么资产都没有买，那么其实也影响不大，因为现在持有避险的现金，也就是当美元跌的时候，它反而会涨的货币也是 OK 的。因为我们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等待美联储扩表印钱，而在此之前，美股如果崩盘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我们一生一次的抄底机会。很多人说啊，你从去年年底开始就说美股崩盘，但是到现在还只是暴跌，还没有崩盘啊。那你要说到什么时候呢？的确，我是没有水晶球的，也没有超能力的，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是哪一天。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具体是哪一天发生的，我自己也不会去信的。而对于投资人和生意人来说呢，我们也不需要去判断具体的时间，因为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最后的赢家必须要有我们；如果这件事情没发生了，我们也不能有很大的亏损，最终也就是赚不到一些钱罢了。所以原则上来说，巴菲特他是大户，我们是散户，我们的玩法跟计划是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投资的那个策略都是如出一辙的。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要学习的技能，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免费的股票投资班，那么你一定要在我们这个月教学和福利下架之前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而事情的发生是不是跟我们的推理一样呢？我们后续又会怎么去调整布局呢？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